撒旦教，一个字面上听起来极其负面的名词。这个名词似乎意味着邪恶，不被大众认同的一种极端意识形态，以及邪教的代名词，因此引起不少的争议。但真的是这样吗？不如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撒旦好了。撒旦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对手、剧毒的光辉使者，因此我觉得撒旦更像是一种身份，并不是特定指谁。总之，只是个名字。我们还是着重在他这个对手、反上帝的词义上好了。然而，其实撒旦教自1966年被创立以来，已经衍生出许多的派系，例如拉维或者是勒维教派、撒旦圣殿、新路西法教会等等。而这次要介绍的内容为当今主流的教派拉维教派。撒旦教全名为撒旦圣堂教，是由一名叫做安东拉维的人所创立的。他是撒旦圣经的作者，人们口中的撒旦教教主。同时他还有作家、歌手、神秘学家等多重身份。一开始撒旦教这个概念源起于安东拉维在自己旧金山的一个叫做黑宫的房子所组织的一个研究和交流魔法仪式的小圈子，被称为魔法圈。后来魔法圈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固定的神秘学与中古世纪魔法的仪式研讨会，同时吸引了不少当时的社会名流、医生、律师、神秘学家、魔法研究者，甚至是记者，渐渐形成了一个多达数百人的组织。安东拉维也在此时开始被追随者们称为黑色教皇。最终，安东拉维在出版了几本撒旦学著作后，决定于1966年的5月1日凌晨，在黑宫正式成立了撒旦圣堂教，并注册成为了美国的合法宗教之一。但我想大家对于撒旦教肯定还是有不少误解。如我所说，撒旦教有很多种教派，一般大众心中那种撒旦教的活人献祭，并不存在于我们今天要说的拉维教派。九角秩序教派被认为是最血腥、激进的撒旦教，最早由3个教派合并而成，光创始人就是个极聪明又残暴冷血的犯罪天才，可想而知，追随他的教徒大概会做出什么事。而当今主流的拉维教派是反对暴力、反对犯罪的，他们甚至没有崇拜的偶像，也不需要祭祀，而且通常会将自己定位为持不可知论的无神论者。不可知论就是指来世、鬼神、上帝是否存在等等，是不为人知或者根本无法知道的想法或理论，算是一种哲学观点。当然他们也不相信撒旦存在，因此拉维教派创立时更在乎如何去反对亚伯拉罕系主角，而不在意是否有真神。正如撒旦这个词的词义，对手、反对者。当然撒旦教还是有各种繁琐而充满神秘感的仪式或魔法，作为吸引教徒的方式。这些仪轨通常被定位为戏剧性的表演，目的是依靠壮观的美感，在不同层面刺激参与者的感官和审美情感，以此增强参与者的意志力。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反仪式，据说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基督教。在安东拉维死后，撒旦教陷入分裂混乱的局势，文字本身是暧昧的，而最具权威为那个思想解释的人已经死去，所以每个人对于教义都有不同的理解，于是开始成立不同的教派。就连这次所说的拉维教派也是，在教主死后，撒旦教这个组织被大祭司吉尔摩继承，各种教派希望取得认同，但撒旦圣堂教始终坚持自己才是唯一的正宗，也不愿意接受加盟及给予认同。而拉维撒旦教继承了当初安东拉维所塑造的高贵的撒旦主义，可以算是原教旨主义者，反而逐渐成为主流。而没有安东拉维的撒旦圣堂教则慢慢走向没落。那么拉维教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其实跟我之前介绍过的萨满很像，很多人都会称其为萨满教，但其实萨满并没有神可以拜，而撒旦教也是一样。撒旦教对于撒旦这个词的理解，可以说是从对手作为出发点，之后衍生定义为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及自由意志的启蒙原型。所以撒旦教信徒信奉的不是撒旦，而是自己。他们认为没有神，神是虚无的，神是人造的，神其实就是自己。名义上他们信奉撒旦，但其实他们信奉的是自己。因此无神论、利己主义以及尊重算是拉维教派的核心。在教义上，撒旦教也不排斥其他宗教，可以予以相当的尊重，甚至是基督教。不可否认的是，
当然还是有相当讨厌基督徒的信徒，但说实话，哪个宗教又没有盲目的狂热者呢？另外，拉维教派也可以接受信徒拥有多重信仰。事实上，只要你认同拉维撒旦的思想，那你就可以自称是撒旦的信徒，并没有所谓的入教仪式。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蛮不错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哪一个宗教的信徒分得那么清楚，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在不同的宗教中学习，寻找自己认同的东西。那我们接下来说说戒律的部分。拉维教派戒律分为9训11戒，撒旦9训分别为：第一个，撒旦主张欲望的解放，而非禁欲；二，撒旦主张现实生存，而非精神上的虚幻妄想；三，撒旦主张纯粹的智慧，而不是虚伪的自我欺骗；四，撒旦主张将仁慈给予应得之人，而不是将其浪费在忘恩负义的人身上；五，撒旦主张有仇必报，而不是容忍；六，撒旦主张关怀有责任感的人，远离不负责任的人；七，撒旦教认为人类和动物是平等的，有时甚至不如动物；八，撒旦推崇那些所谓的原罪，并认为能够给人们带来生理上、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满足；九，撒旦是教会前所未有的好朋友，因为魔鬼帮助维持了教会2000年来的运作。每个人对于戒律的理解都不同，其实在网络上搜寻，你就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观点，并不单纯只是像字面上的意思。接下来是11戒，这个部分我有找到相当白话且有趣的版本。他是这么说的：第一个，除非有人问你，不然就闭嘴；二，不是每个人都想听你抱怨；三，懂得尊重别人的地盘，否则就别去那里；四，如果有人在你的地盘撒野，可以不必留情，残酷地对待他；五，别毛手毛脚，除非对方愿意和你结婚；六，除非有人苦苦哀求你拿走他的东西，否则手脚就放干净点；七，若你想靠魔法完成心愿，那就要了解魔法的强大，不然也只是空想；八，如果不关你的事，那就闭嘴；九，不要欺负小孩子；十，除非受攻击或肚子饿，不然不要杀动物；11，别在公众场合不爽，如果有人让你不爽，阻止他，如果他不听，那就扁他。以上就是相当直白的11戒，是不是对撒旦教更了解了一点呢？除了9训11戒，拉维撒旦教还有9条罪。第一条，愚蠢，9罪之首，撒旦教主罪。愚蠢且毫无察觉，对撒旦教徒来说，无疑是最糟糕的状况。二，自负，言之无物，毫无内涵，却总觉得自己像个大人物般，虚张声势的人，往往令人讨厌。三，自以为是，当陷入自以为是的状态时，你将无法客观地去挖掘、看清真相，这对撒旦教徒来说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四，自欺欺人，撒旦教徒不需要去满足别人期望我们扮演的角色，也不需要顾虑世俗的眼光而让自己变得伪善。五，盲从，根据拉维教派所宣扬的独立精神，这显然是一种错误。只有愚者才会不经思考地服从群体意识，让众人对你发号施令。六，缺乏主见，你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你是谁，你要做什么，你的存在会为团体或他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人云亦云，缺乏己见。七，忘本，即使撒旦教唾弃那些破旧腐朽、不合时宜的传统，但我们仍要铭记饮水思源、不忘本的道理，才不会令我们成为一个为所欲为、喜新厌旧的人。八，多余的自尊，撒旦教的原则是，如果自尊对你有必要，那很好。然而，当你为了无谓的自尊心而止步不前、走投无路时，就是该改进的时候了。九，缺乏审美观，美学是一种非常主观意识的表现，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它主要表现出的是你自己独特的风格与个性。虽然太过大众化的美学表现有时不免显得平庸无趣，但不可否认的，在大多数时候，仍有一些能够让大众普遍感到喜悦以及和谐的美学形式存在。所以看来撒旦教徒都是高知识分子啊，因为太愚蠢可是大忌。好啦，开个玩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撒旦教有一些自己特殊的图腾或符号。举例来说，最常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个倒五芒星的图腾。正的五芒星在神秘学中代表着生命和健康，被用作祈求幸福的魔法符号。由于五芒星可以一笔画出，因此古人也相信它可以防止恶魔和恶灵的侵犯。如果把五芒星倒过来，在基督教内的意思是把人的精神指向下，
也就是地狱，为邪恶的恶魔符号。而倒挂的五芒星也代表撒旦，在倒五芒星里面还会有山羊的头像，为撒旦教的标志。撒旦教圣经的封皮也是一个倒五芒星的标志，其中的山羊头是基督教中著名的恶魔之一，名为巴丰特。除了五芒星以外，还有像是倒十字架，其实都带有撒旦的意思。倒十字架代表反对上帝的救赎，与上帝势不两立，也代表撒旦。拉维撒旦教承认人类的欲望，主张现实，活在当下，并且注重回归人的本质，坦然面对自我，承认本性，肯定欲望，并且重视个体的独特性，敢于质疑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所有事物，不排斥宗教，强调人的智慧与思考能力，而不是盲从那些别人定下来的规矩。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不要忘记按喜欢或分享。想看到跟我相关内容，可以订阅我以及开启小铃铛。那么我们下次见。